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人在研究中国王朝末年四分五裂的这个话题。因为有很多人要求各省独立。其实我们历史上看到离我们最近的是清末民初各省独立，然后联省自治，那么最终形成割据。其实中国真正的大一统是1949年以后，而且并没有成功。最典型的就是2块殖民地没收回来，一块内战期间分离出去的台湾，到现在还没收回来，对吧？国土还没有得到保全的大国，就幻想在世界上争霸，这个在历史上真的找不到。那么习胖也提出来，是吧？独立是痴心妄想，搞独立的人会粉身碎骨。一来呢，香港正在游行，台湾事实上想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其实台湾主流的想法还是离大陆越远越好，即便早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是吧？中华民国嘛，对吧？100多年了。但是无论如何，在目前的情况下，台湾的领导人还是在提出不挑衅、不寻求单方面的改变现状。那么习胖这个话是针对香港还是针对台湾呢？澳门肯定不可能的，对不对？其实它针对的不仅仅是我们认为的港澳台，你可以把它放大一点点，它其实也是在威慑各地的这些山头。因为共军它跟原先的这些地方割据力量不太一样，它没有明确的独立的倾向，但其实在中国各个山头还是有自己的痕迹的，是吧？广东叶氏家族几十年来一直是叶剑英家族，他们的痕迹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到叶选平时代，其实一直有。内蒙的乌兰夫家族现在已经是第4代了，都是他们在管理，对吧？第3代在掌权，第4代正在培养中。从乌兰夫、云布隆到现在的掌权者，都是他们这个家族的。中国最可怕的是江南、长三角、珠三角，有一方提出明确的对抗中央，整个习胖的统治就完蛋了。所以不要仅仅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这种来自于中央的威胁仅仅是针对台湾的、针对香港的，其实从来就不是。中共领导人每一次说话都很谨慎，除了我们认为的矛头指向，他还有其他目标。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正在被不断的削弱，出口创汇能力在被削弱的同时，地方离心的现象迟早会发生。习胖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言之有物的，不要老是在那儿追着眼前的这一点点新闻去翻检。
其实作为共军统治一个国家，他们的危机感从来就有，他们就相当于原先盘踞在田间地头的这些痞子们一样，当他们抓起了枪，他们就知道要夺权了。当他们上了井冈山，就重演了隋唐故事。还记得瓦岗寨吗？瓦岗寨的创始人是谁呀？王佐、袁文才的故事就很明确地表现出，共军是喜欢反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他们在宣传的过程中可以给你平反，认为你是革命家，但是该对你下手鸠占鹊巢的时候毫不客气。当我们知道的瑞金是吧，被国军占领以后，改成立黄县以后，再经过长途跋涉流浪到陕北的时候，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就壮烈了。听起来有点好笑是吧？有点像北宋故事。太祖太宗有一个传说，太宗把太祖用斧子劈死了，然后把太子赐死了，最后呢，其实又把皇权还给了太祖的子弟，因为无后啊，很蹊跷是吧？明朝也重复出现过几次类似的故事，中共也一样，把刘志丹坑了之后，建国以后树了一个陕北的领导人是吧，习仲勋，然后很快又把习仲勋为刘志丹翻案啊，利用小说反党以这个名目又把他关起来了。那么经过父子两代人的隐忍，最后权力又从红一方面军从朱毛手上转移到了陕北根据地的后代习近平的手上。中国历史中只要是王朝政治，它就逃不脱这种转圈圈的怪事儿。但是到目前为止，习胖非常想捍卫住他屁股底下的这张椅子，他不会轻易的让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今天他让你不要闹独立，不要有这种奢望，他这个话是面对全党、面对全国的，不仅仅是针对港澳台。那他想让中国永久的在中共的管理之下，你觉得这可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千年不灭的王朝。那中国现在的发展已经出现了问题，居高不下的公务员队伍，经过几轮的筛减或者叫体制改革、编制改革，随便你怎么说，他没改掉，没有裁掉更多的公务员。那这个队伍需要中央财政供养的队伍越来越庞大，而中国的经济，你肉眼就能看见的，它在断崖式的下跌，是吧？全国范围内，这个情况已经出现的很明显了啊！是个人你就不能屏蔽掉，说因为我不看是吧？我不认可，对吧？没什么用了。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能阻拦中国经济的下行吗？它做不到。当它做不到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想见，中国必然会出现变革，因为我们知道改革不成功，革命自然就会到来。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电脑死机一样，是吧？重装呗，重启呗。一个新的模式，一个新的政府，它必然会带领一帮新的利益阶层，砸烂旧的制度，推翻原先的统治模式，原本的受益集团自然就寿终正寝了。新的利益集团冉冉升起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又遇到了一个小政府，国家税负能够供养他们了，他们又能玩得转了。但是你一定要记住，他们跟民主无关。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本质上都是原先的分配模式不再适应这个社会了，所以它出现的就是一个洗牌，一个新的利益集团替代原本的利益集团，重新管理这个国家。无非就是在现代社会中，再重新回到大一统的可能性不大了。如同明末清初一样，通过各省独立，通过联省自治，最终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形成一个联邦，不太容易再看到今天的这种中央集权制了。从长久上来说长远利益上来说，这是符合中国目前现实情况的。中国不仅仅有边疆区，中国还有一个胡焕庸线。中国的南北方经济发展非常非常的不协调。其实说到底一句话，南北方如同生活在两个国家，民众的观点认知都不一样，教育程度也不一样。南方人到北方觉得不习惯，北方人到南方觉得匪夷所思。所以今后在中国强行再回到大一统可能性不大。即便考到北方的行政中心的这些公务员，哪怕是来自于南方的学子，他们也没有可能转变南北方目前的这种隔阂。中国的南北方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对峙中出现明显价值观的偏差。今天你还可以把它强行扭在一起，对吧？这是一个统一的祖国。明天呢，出现变化以后呢，各个省都已经唤起了自己管理自己的这种觉悟了。在这个时刻，你让他继续免费的去帮你，仅仅是为了捍卫大一统的这种幻想，其实很少有人会支持。民众不会把票投给支持这种观点的执政者。中国的未来，即便是在名义上，它也肯定会有一人一票的选举的。所以中国的未来，即便共军倒台了，至少有10年以上的混乱期。所以未来的中国能够走到联邦这条路上，就算最好的一个结局了。今天你不要闹独立的问题，其实一旦变革开始，肯定会出现各地的独立呼声，甚至形成事实上的割据。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统治，对中国的领导，绝对不会再像今天一样给你感觉像铁板一块了。这种时代从习近平开始就已经走向了终结。好了，谢谢大家，再见。